这次又来这儿故地重游，为了弥补去年夏天只站在山脚下远远望他的遗憾。晚春正午，柔和的阳光从云的缝隙里落到身上，昨夜的雨带着花和草木的生机，正悄无声息地重返云朵。走吧，有了之前的攀爬经验，自然就多了几分底气。不确定能走到哪儿，但从望而却步到决定向上一探究竟，心态变了，不知道路会不会也随之显得不那么艰险。尽管视野里这些不知始终的城墙，从来都是让人心里犯怵的。这也就10分钟就爬上去了。刚才跟登城处碰上的一对看上去刚到退休年龄的夫妇，我尽可能收敛起自己自得的神色，一再撺掇他们爬上去瞧瞧。那个掩不住病容，身形却依旧宛如少女的妻子，面露难色，对我说了些听起来轻飘飘，落到心里却沉甸甸的话。然后两人爬了不多一会儿，就与我道别，下山回去了。10分钟也不算吹牛逼，8成拍出来剪完10分钟吧。有点当时爬剑扣的感觉了。阳光不算毒辣，来路说不上险恶，汗水却把清爽的心神蒙上了一层恼人的雾，浸透前胸后背。唯有这样的险关，硬是叫人眉间为之一紧，好胜心与征服欲把精气神从黏腻之中一把拽了出来。于是就这么扎扎实实地爬升上来。再次把蝴蝶结抛在身后，不再去揣摩他名字与形貌的关联。小伙子，你看看你，多年轻啊！要我有你这岁数，我一准也就爬了。原来不是他对我说了什么，是他脸上那种无可挽回的遗憾神情，像一株锋利的植物，在那样令人哀伤的语气消散的片刻，深深地扎进了我松懈懒散的土壤，在汗水渐干时长出了忧郁的神色。
她心脏不好。丈夫的脸色变得有点阴郁，心疼和不能尽兴游览的心情大概都有。所有东西都承受不住年深日久风雨的侵蚀。蓦然回首时，身体和命运都已满是狼藉。在道路和视野倾斜之际，身旁有人能互相搀扶，也不失为是种莫大的幸运了。跟刚才绕路而过的那扇巨大的残墙一样，整座敌楼都呈现出令人心惊的倾斜，而体力和情绪却伴随暂时的登顶，慢慢平复到舒缓的区间。是到这儿就完事儿了吗？再说吧。这还能回到上面去吗？没别的辙，走着看吧。可能有戏。目力所及之处，城墙翻过数个山头，似乎永无止境。而今天的路程，决定就到达眼前的宾馆楼为止吧。刚在下面看到我的无人机时，听我一通白话，
他转头仰脸冲着爱人说：“哎，我们回头也买一个吧。”春光轻轻洒落在他们眼角的鱼尾纹上，那个瞬间，两个人的神情都变回了孩子。被禁锢的蝴蝶，镀成的工人，退休却登不了顶的游人，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能否挣脱那些看不见却重若千钧的枷锁，放身体轻盈时去游荡，在结束前估算好全部的时间，将它们份份包裹，郑重而从容地分配，享受着偶然被赠予却极为有限的时间。